欢迎收看老挝新闻。今天是2026年4月10日星期五，佛历5月下初8，万象晴，25到39摄氏度。今天是佛日，希望各位观众能够牢记佛陀教诲，勤修戒定慧，远离贪嗔痴。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外汇牌价、股市行情、黄金报价、燃油价格以及时事要闻。首先来关注外汇。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，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2064基普，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0基普，跌幅 0.05%。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7.72基普，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0.64基普，跌幅 0.09%。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212基普，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5基普，跌幅 0.16%。再来关注股市行情。昨日老挝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呈现微幅上涨态势，报收于 1364.13 点，较前一交易日上涨 2.15 点，涨幅为 0.16%。全天指数表现稳健，最高触及 1366.34 点，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，全天总成交量突破202万股，总成交额约为 30.80 亿基普，市场资金流向高度集中。外贸银行与老挝电力两只蓝筹股贡献了全场约 73% 的交易额。尽管外贸银行小幅回调了20基普，但其强大的流动性依然是市场的定海神针。老挝电力表现亮眼，上涨50基普，老挝石油更是上涨100基普，这两者是今日指数收红的主要推手。中老证券今日交易数量位居全场第一，反映出低价股依然受到短线资金的青睐。相比之下，老挝农业与马哈腾出现小幅回调。接着关注黄金价格。根据老挝黄金银行最新公布的价格，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，每根售价是5298万基普，较上一次报价上涨22万5000基普，涨幅 0.43%。然后关注今天的万项油价。今天万项10个加油站执行4月8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，柴油每升51240基普，普通汽油每升40880基普。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。1. 总理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秀。4月9日，总理宋塞西潘敦在万象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秀。宋塞高度评价此访对巩固老越特殊团结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意义，并感谢越南对老挝的一贯支持。双方一致同意深化政治、防务及经贸合作，重点推进万象至永安港铁路、万象至河内高速公路及500千伏联网电网等重大互联互通项目。此外，双方决定共同筹备2027年建交6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。陈锦秀表示将积极落实双方高层协议，并向老挝人民致以新年祝福。2. 苏库马县举行布施栓县仪式喜迎新年。4月9日，占巴塞省苏库马县举行布施与栓县仪式，欢庆佛历2569年老挝新年。县委书记丹代高巴瑟及各界代表、信众出席。活动涵盖向9位僧侣布施祈福及传统栓县仪式，参与者通过向老干部及现任领导层栓县，表达感恩并相互祝福，旨在传承民族文化，增强党政军民的凝聚力。此次庆典不仅弘扬了优良传统，更展现了全县人民团结一心，共同迈向平安繁荣新一年的美好愿景。3. 老挝多起捐赠88亿基普，助力扶贫与防灾。4月8日，总理府举行捐赠仪式，多家企业共捐资88亿基普，用于甘蒙省扶贫及万象市滨保灾后重建。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坎良奥塔凯颂上将出席见证。其中68亿基普专项用于甘蒙省纳凯县和布拉帕县的村民住房建设项目，捐赠方包括彭萨塔维集团28亿及联合发展银行等4家企业各10亿，另有20亿基普由2家矿业公司捐赠，用于万象市滨保灾害救助。坎良奥塔凯颂副总理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表示赞赏，并承诺将透明、高效地使用这笔资金，确保精准帮扶受灾及贫困群众。4. 易金公司募集1亿基普物资支持老挝新年应急救援。
4月9日，易金公司联合泰国国家石油老挝公司向万象4家主要救援机构捐赠总价值1亿基普的医疗器材、食品及燃油。该资金通过购买黄金捐爱心活动筹集，旨在保障救援队在老挝新年期间的社会服务能力。易金公司总经理詹塔冯帕米西感谢客户支持，并承诺在发展数字化金融服务的同时，将持续投身公益事业，助力老挝社会安全与发展。5. 占巴塞省彭通县惠仙河大桥完工在即。占巴塞省彭通县诺沙旺组的惠仙河大桥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95%， 预计于老挝新年后通车。该桥长15米，宽 4.6 米，载重20吨，总造价逾13亿基普。该桥曾是当地交通瓶颈，雨季通行艰难。在省委副书记苏帕塔马哈萨个人捐资5亿基普的带动下，结合诺沙旺寺住持的社会动员以及广大民众的义务劳动，项目自2024年底开工以来进展顺利。大桥建成后将连接周边多个村庄，并通达14号公路，极大便利当地商贸往来与生产生活。6. 占巴塞省破获重大贩毒案。4月2日，占巴塞省警方在巴江县吉萨纳松本县开展收网行动，抓获3名涉毒嫌疑人，缴获冰毒2622粒。手枪1支，火药枪2支，摩托车及部分现金。首名嫌疑人在巴江县落网，现场缴获冰毒748粒。随后警方顺藤摸瓜，抓获2名同伙，并查获大量毒品及武器弹药。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，相关嫌疑人将被移送法办。7. 巴江扎伦苏县工贸办开展新年价格检查行动。4月9日，巴江扎伦苏县工贸办主任通坎普提萨带队走访县内3大主要市场，重点监管老挝新年期间的商品价格与服务质量。行动要求经营者不得囤积居奇，严禁随意涨价，且必须使用基普明码标价，严禁销售过期变质产品。此外，巡查组对加油站进行了专项检查，强调必须执行政府价，违者将受到严厉处罚。此举旨在维护市场秩序，确保节日期间消费市场的透明与公平。8. 万象市东宗村发生摩托车起火事故。4月9日下午2点左右，万象市东宗村发生了一起令人揪心的摩托车起火事件，现场火势较快，引起了路人关注。关于此次起火的具体原因，有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中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，欢迎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我们明天见。